你知道吗？很多人在做168的时候，总是以为在时间内吃越少就可以有效的变瘦。但如果你执行168一段时间之后，发现你不仅没有变瘦，甚至还变胖了，就表示你吃的太少了。他在说什么鬼话？吃少还会变胖？胡扯吧！嗨，你好，我是 Oliver 教练，我专门教你如何不会半夜饿醒，而且还可以让你减肥不会卡关的方法。今天我会跟你说3件事情。第一件事就是你吃太少为什么会复胖？第二件事情，为什么你会卡关瘦不下去？再来第3件事情，如何正确的执行168断食？如果你吃太少的话，身体会启动保命机制，它会发生3件事情。第一个，你的代谢会下降，身体会先做的就是把你的代谢慢慢的关掉。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减肥减到后面，你就会有一种好饿好累，提不起劲，一整天都只有疲惫，不想减肥，不想动的那种感觉呢？再第二个，你的身体会开始储存脂肪。没错，你没有听错，吃太少反而会让脂肪存得更多，因为身体会觉得说，现在吃的都已经这么少了，那就干脆把剩下的热量就先存起来。这就像你的口袋里面只剩100块一样，你不会花光，你也不敢花光，你就会先省着点用。所以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，就是减肥减到后面，明明吃的很干净，吃的很少了，可是肚子跟身体好像越来越臃肿，越来越肥一样。再来第3个，你会越来越饿。当你的身体进入刚刚说的保命模式的时候，它就会释放大量的饥饿讯号，你就会突然变得超想吃东西，特别是什么甜的啦、油炸的啦、重口味的啦。那白天你可能还受得了，撑得住，可是到了晚上，你就会变超级想吃宵夜，甚至半夜就会饿醒。那这个不是你自制力比较差，而是因为你的身体在求救。最惨的是，当你长期吃太少，你瘦的就会是肌肉，而不是体脂肪。这个过程是这样：首先，你的肌肉会先被分解，因为身体会拿肌肉来当做能量，然后你的代谢就会开始下降。因为肌肉下降会导致你的基础代谢变低，再来你的体重就会停滞，减不下去了，你只会越来越难受。最后呢，你就很容易稍微多吃一点东西，就会立刻复胖，因为你的代谢下降。那如果你吃的热量稍微高一点，就很容易会有复胖的问题。所以在影片的最后，我会教你如何正确的执行168断食。那如果你想知道吃什么淀粉才不会胖，或者怎么有效的减肥才不会掉头发，甚至是影响你的经期的话，记得订阅我。我每一周都会上传教你如何破除减肥卡关的教学影片。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情况？就是你前面刚开始减肥的时候，体重都掉得很快，结果突然有一天，不管你怎么吃、怎么动，体重就是卡在那里瘦不下去。其实这种情况就叫做减肥平台期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你掉了一段脂肪之后，身体就开始停止燃烧脂肪了。那为什么刚开始你的体重可以降很快呢？因为一开始你热量吃很少，所以你体重会一下子就减下去了。只是如果你长期吃太少的话，这个时间有可能是几周到几个月，你就会很容易遇到平台期，也就是到后面你的体重就会卡住，降不下去。可是问题来了，很多人遇到平台期，甚至你也有可能是一遇到平台期，第一个反应就觉得说，是不是吃太多，所以才瘦不下去？结果呢，开始吃更少，变得更累、更饿，而且你的代谢又开始下降了，你身体就会启动了刚刚说的自保模式。你以为只要吃的比消耗的少，体重就会一直掉，对吧？但是你忘了，身体不是计算机，它会自动调整你的热量消耗。当你吃的少又持续很久，就会一样，就是开始这个自保模式，身体会觉得说外面没有足够的热量，所以它要开始省着点用，那你的代谢就会开始下降。你可能本来一天可以吃2000大卡，但吃的太少太久以后，身体就会慢慢调降你的代谢，可能变成1800、1600，或者是更低。虽然你的体重会随着热量减少而让体重下降，让你以为你还在减肥，其实你的代谢早就降了。举例来说，你现在如果只能吃1200，那你如果想要继续减肥，你当然就要吃更少啊。到最后，你可能早餐只能吃一点坚果、水煮蛋，中午吃健康便当，晚餐只能吃鸡胸肉跟青菜，这样子你受得了吗？
你只会变得更累更饿，而且更容易复胖而已。听到这边，你会想要继续用跟以前一样的方法，吃的很少，变得很饿，而且很没有精神，甚至还瘦不下去，还是你会想要尝试吃得饱睡得好，而且还可以有效变瘦，让身材变好看的方法呢？我知道你可能会问，那这样我要重新改吃3餐吗？还是我不要做168了，我要吃多少蛋白质，吃多少淀粉才可以吃得饱，然后又可以有效变瘦？其实这些都是我的课程里面会手把手教的，包含怎么吃才不会复胖，减肥卡关了要怎么调整，或者是女生要怎么减肥才不会影响生理健康。我会依照你目前的状况来帮助你调整你的减肥进度以及减肥的细节，只是有一点要注意，我的课程里面不会教你怎么算热量或者是抓比例。现在不管是 AI 还是网络上教学的资讯，其实都已经很丰富了。那我会帮你做的呢，就是帮助你在减肥时卡关。那我会教你怎么吃，怎么去练，就是做调整，让你可以吃得饱、睡得好，不会有半夜饿醒的问题，而且还可以让你有效的瘦下去，让你身材变好看。那到底要怎么吃才可以有效减肥，不会卡关呢？现在我就来教你正确执行168的方法。很多人做168是这样，就是不吃早餐，中午随便吃个面啊，或者是健康餐，那晚上又怕吃太多，只吃青菜跟肉，结果呢，蛋白质没有吃到，热量不够，晚上血糖可能不稳定，半夜就会饿醒，你的代谢也会越来越低。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，你要先去计算你的 BMR， 也就是身体基础代谢率。以一个普通女生来说，每天大概要吃1200到1400大卡，才能维持身体的基本运作。那你到底要吃多少才会高1400，或者是要吃多少才可以有效减肥？这个很简单，你直接去 ChatGPT 问说，帮我估算一下你的身高、体重，然后你的每日的运动活动量，或者是工作形态、生活形态，去请他帮你算出你的 BMR 是多少， TDE 是多少，这样子你就可以得出一个大概的数字。得出一个大概的数字之后，你就先去依照他给你的数字去吃，然后再依照你的体重，然后身材的变化去做调整。如果你的体重会越吃越重，那就表示说你要再吃少一点，你的数字就要下修。那如果你吃到那个数字，可是你的体重完全没有任何下降的趋势，然后你还是一样感觉很累啊，很没有精神，那你就要再吃多一点，去超过你的 BMR， 这样子才可以有效的减肥。168的重点，除了压缩你吃东西的时间之外，还要去记得一个，就是你只要减肥，就是要吃的少，但是要吃够，而且比例还要吃对。那3大营养素的建议比例是这个样子：蛋白质大概30到40%，脂肪是20到30%，碳水化合物也就是淀粉是30到50%。你一定没想到淀粉可以吃到这么多，对不对？你淀粉不能吃太少，不然以女生的情况来说，会很容易影响到你的经期，甚至是有停经的问题。所以你的淀粉一定要抓30到50%的比例，也就是说你一餐至少要有一半是淀粉，这样子你在减肥的时候才不会影响到你的生理健康。你可以不用抓到很准，但你的大方向要对。你的蛋白质要够，油不能怕吃，而且你的碳水也不能完全的避开，你一定要吃，它绝对不是你减肥的敌人，而是你的好朋友。你可能觉得说你已经有吃啦，早餐吃什么坚果啊、饭团、三明治，中午吃一个健康便当，晚餐只吃青菜跟肉。那你想想看，早餐的饭团，或者是你可能不吃饭团，就吃个坚果、水煮蛋，加个豆浆，算一算大概也才500大卡好了。中午吃的便当可能也才500-600大卡，晚上吃青菜跟肉，青菜其实大概都是在100大卡以内，只要你没有用很多油去煮的话。那肉的话，鸡胸基本上你吃100-200克也才200-300大卡，你这样子吃一吃，一整天下来大概就是在1200以内，这样子算下来总热量根本是完全不够的。也有可能你分量吃的比这个更少，那大概连1000大卡都不到。如果你吃这么少，身体能量不够，它连生存的基本功能都做不到了，又怎么可能帮你减肥呢？不管是执行168还是其他饮食方法，重点都是要吃够，而且要吃对比例，
如果你听到这边觉得有用，而且以前你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的话，那欢迎订阅、按赞，然后分享给其他人，让其他人也知道这么棒的教学资讯。这部影片如果你看一次不懂的话，一定要记得看第二次，因为这个是你减肥第一步最关键的开始。